九寨沟，我来啦！五岳归来不看山，九寨归来不看水。今天要进去玩一下。这个是九寨沟的入口地方。今天天气还不错呢。然后早上9点钟，这个旅行团还是比较多的。这里有一个九寨沟的地图，先对着地图给大家看一下九寨沟整体应该怎么玩。最上面这里是沟口，就是买票的地方。从这里买票进来，就坐大巴车去各个景点转啊。这里面呢有好多的海子、瀑布，然后各个小景点。它整体呢就是呈这个三叉形的，最中间这里是交汇的地方。我们坐大巴从这里一路进来啊，到这里的时候就分开，要么走这边，要么走这边。这一路上呢都有好多的那个湖泊，这边叫海子，然后一路上也有很多的瀑布。我们就到这些点去玩，玩好了以后坐车去下一个点，就是这样的。这个地方门票是190，然后还要买一个90块钱的这个公交车费，一共是280块钱啊，现在没有优惠。坐大巴出发了，都坐满了。前面还有个导游在讲解呢。坐了半个小时公交车，现在到了九寨沟最里边的这个景点了，这是建岩。我们今天一整天都要坐这个公交车，现在疫情期间不要乱坐车啊。我们这一车人都坐这个车，然后一下来的地方可以租这个藏族的衣服去拍照啊。这个地方呢属于藏区，藏文化啊。然后这里呢就是原始森林，可以沿着这森林里面走一圈。这个地方主要是看森林的，茂密的原始森林，这里一个人都没有，特别的安静。原始森林完了，这个是第2站建筑海，从这里开始啊就开始看水了。哇，九寨沟的水确实很漂亮，看这个都是蓝色的，山顶呢还有云雾。今天没有太阳啊，这个天气正好。下面还有个瀑布，往前走一走，游客不多也不少，正好在这里走一走，心旷神怡呀。这水里面还有好多的木头呢。哇，从这里看一下这个建筑海的全景，漂亮吧？这个景点给留了25分钟的时间。哇，这个是建筑海瀑布啊，确实是挺漂亮的。这还不是最壮观的瀑布，但它这个水为什么是这个颜色呢？这水底是有什么东西吗？第一次见到这么蓝的水啊！前面全都是拍照的人。这里瀑布的声音好大呀！我也到这里拍个照吧。建筑海瀑布，哇，这边才是最壮观的呢。这个瀑布好长啊，然后这个地方海拔是2600米。这是我在九寨沟看到的第一个瀑布，当时还是比较激动的，但其实没有必要，因为后面呢还会看到更多的瀑布，都比这个壮观。看完了瀑布啊，也可以沿着这个栈道走一下呀。哇，这个景色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形容了，就在电视里看到的这种景色，还有倒影，非常的美。现在又坐公交到下一个景点了，这个是熊猫海，也非常漂亮，也都是蓝色的湖水，跟刚才那个海差不多啊，这种感觉。这里的视野更宽阔一点。哦，这里面有好多鱼呢，看这个湖面好平静啊，远处的山峰也倒面在湖面上，真的就像一幅画一样啊，随便一拍照就是一个壁纸。熊猫海，他们这边啊管这些湖呢都叫做海，叫海子，其实就是堰塞湖。这个水深15.6米啊，因为经常有熊猫在这边活动，所以得名熊猫海。熊猫海看完了，坐车再去下一个景点，
一直都是这一拨人坐同一个车。好，确诊。现在到了第3个景点了，静海，也是跟熊猫海差不多啊，这种蓝色，水面非常平静，像一个镜子，所以叫静海。这里拍照也非常棒啊。这是湖里面好多这个树枝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腐烂的树掉在这里面，树皮上已经钙化了。从这里看一下静海的全貌啊，哇，这个倒影更漂亮呢，视野更开阔啊，就像一幅画一样。今天的天气也非常给力啊，看这个蓝天白云，藏区的这个天特别的蓝。湖边有好多的松树，这些松树老了以后，这树枝就掉下去了，掉到这水里面啊。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啊，看这个倒影有好几种颜色呢，下面是蓝色的，这边是绿色的，这上面又是一种颜色。秋天的时候应该颜色会更多吧。这个湖的深度31米，它是九寨沟第3大湖泊。静海这里如果有风的话，水面就没有这么平静了。现在正好没有风啊，适合拍照。这个点拍完了，坐车回去。又到了另一个景点，叫珍珠滩。这个地方啊，它主要是碳酸钙沉积的，然后这个水流上去啊，那些水的浪花就像珍珠一样，所以叫珍珠滩。这一片水滩非常的开阔，水滩中间还长了好多的这个灌木丛。这么多珍珠啊，白色的珍珠。今天游客确实是很多。珍珠滩的水从这里流下去，形成一个大的瀑布。哦，这个地方就是那个《西游记》的取景点呢。当时不是《西游记》那个片头，唐僧他们牵着马，就从这个上面走过去了。一会儿到那下面拍一下，那里是最佳的拍照点。从这里看，这水量好大呀，声音非常大。《西游记》取景的是哪一段呢？它这一共长是200多米呢，应该是这一段吧。这一段拍照的人最多嘛。我往那边走走看啊。这个瀑布确实是太长了，好壮观呐！这里也是不能飞无人机的。这里还有猴哥、沙僧、猪八戒拍照呢。Hello， 还有唐僧呢啊！看看，当时就是这里的取景点啊。唐僧师徒4人走在那个瀑布上面。这是满满的回忆呢。这个景点应该配一首《西游记》的主题曲，你挑着担，我牵着马。手机拍不出它的震撼来，只有你自己身临其境了，到现场来才能感觉出这种魅力。早上转了3个景点，现在中午12点，吃个饭，下午接着转。吃饭呢，可以吃这个泡面，10块钱一桶，也可以去吃里面的自助餐，60块钱一位。我去吃个自助餐，看一下吃的怎么样啊。这里有很多户外的座位，吃泡面的话就坐在这里吃啊，然后也可以自己带干粮进来，也是坐在这里吃。这户外的景色也不错呢，坐在这里边吃饭边欣赏的景色。然后那个后面是自助餐餐厅，这边是餐厅，自助餐上面滚动的菜的照片。这个是菜单，荤菜、素菜还有水果。哇塞，餐厅还挺大的呀！
拍一下有些什么菜啊？这个是樱桃肉、麻婆豆腐、黄焖鸡，这个是蒸蛋，蔬菜没有了，回锅肉，这个是什锦泡菜，这个是炒腊肉，这边是汤，这是好几种汤，米饭，水果就是这个圣女果呀，这边就没有了啊。光是那一边吃饭的人还挺多。我打的都是素菜呀，萝卜呀，还是这个白菜，还有这个豆腐。这边是打了一碗鸡蛋羹，然后就是这个黄焖鸡，其他的猪肉我都没打。呀，我吃这个真是亏了啊，吃不回来。黄焖鸡里面这个不是萝卜，这是土豆，味道还可以。我还以为有撞牦牛呢。鸡蛋有点热。早上我就没有吃饭，现在确实是饿了，多吃点儿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啊，吃完饭下午再出去玩。九寨沟我拍2个视频吧。好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四川的九寨沟，中午呢在景区里面吃了个饭，自助餐60块钱。现在吃完饭了，继续坐车去玩。已经玩了一上午了，这是下午。坐这种大巴车，今天是5月25号，今天天气不错，还有太阳呢。在晴朗的月夜，发车了。明月与水中明月相映成。下午到的第一个景点是五花海，这个地方这个水是真蓝呐，然后这里是不能飞无人机的。哇，这个水是宝石蓝啊，这个里面的树枝更多。在这湖边走一走，真是让人心旷神怡。好喜欢这种感觉呀！这个地方确实好安静。五花海，这个是九寨沟里面色彩最丰富的一个海子，各种颜色啊。这个湖底的藻类、钙华、枯树、水草，在不同的阳光折射下，形成不同的颜色啊。看这个层次很分明啊。然后山顶呢，那个尖尖上好像还有一点点雪呢。那山顶上没有长树啊，光秃秃的。这近处呢，长了好多的树。下面就是这个蓝色的湖水，层次很分明啊。这个里面有一个巨大的树躺在这里，这不知道躺了多少年了。然后这里可以看到鱼在里面游呢，啊，好清楚呀，看的。这边可以租藏服拍照啊，站在这个角度能看出调色盘的效果啊。看那个那么蓝的湖水，近处呢就稍微绿一点，树也是绿的。一个湖呈现出这么多种颜色来。来这个景点，感觉相机都不够用了，一直在不停的拍。现在到了九寨沟的另一条沟里面了，这里好多人呐，这个是长海景点，还有人在直播呢。这个长海是这里海拔最高的3100米，也是最深的这个海子，88.8米的深度啊，这个海深80多米呢，看不出来呀。远处那个山上还有积雪呢，那是个雪山啊。看这个山头上都有雪，山顶已经笼罩在云雾当中了。然后大家看，这里有一个红色的树，这是他们当地的树啊，当地人叫厚脸皮树呢。它那个树皮会一年四季不断的往下掉落，不断的长，不断的掉。我走到那边去看一下，这么多人啊，唱的好好听啊，抖音直播啊。可以有望远镜看一下。
九寨沟一共有140个海子呢。冬天的时候啊，只有2个海子会结冰，就是这个长海还有熊猫海，其他的海都不结冰。这个地方我感觉很适合发呆啊，一个人安静的在这个栈道上走着，什么都不想啊，特别的轻松，治愈系的风景。这个长海还有一个神奇的地方，它没有出水口，也没有进水口，但是它这个水位啊，基本上保持稳定，夏天也不会涨上来，冬天呢也不会干涸。然后前面这棵树呢，也是这里比较有名，叫做独臂老人树。你看它这个树干呢，都是往一边长的，也像一个迎风招展的旗子，所以也叫旗树，算是长海这边的标志性的景点吧。这个树在独臂老人树的旁边就有一个这个厚脸皮树，哇，它的枝干是红色的，刚才导游讲过了，它一年四季呢都在往下掉树皮，一边掉一边生长。拉近了看看它那个树皮，确实已经脱落开了。这个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，一般的话不是树活皮，人活脸树活皮吗？它这树皮掉了，这营养成分怎么弄呢？这个地方海拔是3100米，走路走快的话稍微有一点喘，上台阶的时候也有点喘，但是没有高反啊，3500米才有高反呢。哎呀，上这个台阶好喘呐！这里风景确实很美，还没看够呢，这是发车的时间又到了。每玩一个景点就要坐一次这个公交车。现在到的这个是五彩池，它和长湖同样都是3000米海拔以上的湖泊，但神奇的是啊，这个呢冬天是不结冰的，长湖是结冰的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湖的那个湖水啊，主要靠地下水来补充，所以地下它有带着热量嘛，所以它是冬天不结冰的。长湖它冬天就结冰了。这个湖也是面积最小的湖泊啊，就我们看到的这么大。这个湖水啊，五彩斑斓的，呈不同种颜色，所以叫五彩湖。水深6米啊，也被称作九寨之眼。远处就是雪山，有可能那雪山上融化的水也会流进来啊。现在又到了一个瀑布啊，叫做诺日朗瀑布，它是中国最宽的高山钙华瀑布，宽320米啊，高是24.5米。哦，我已经忘了这是下午来的第几个景点了，反正这一下午坐车去了好几个景点呢，每一个景点的景色都很壮观啊。走到瀑布的跟前，哇，这个声音好大呀，太壮观了。我觉得每个景点都看不够啊，时间太短了，又要坐车去下一个景点了。它这个安排的还挺紧凑的。简单说一下关于坐公交车的事，我们这个车上呢有团队也有散客。从我们第一次上这个公交车开始，我们这一波人呢今天就只坐这一个车。出于疫情的考虑吧，我们的座位也是固定的，尽量不要乱换座位。车上配了一个导游和一个司机，他俩呢今天只负责我们这一车的人，拉着我们这同一批人把景点都转一遍。我觉得这样安排也挺合理吧。现在又要坐车去下一个景点了。又到了一个景点叫犀牛海，传说是以前有一位高僧，他骑着犀牛啊来到这个地方，本来他生病了，喝了这里的水呢就病好了，所以他就把犀牛留在这里了。这个湖深17米，是九寨沟这边第2大的湖泊，景色也是很棒。这个湖水啊也是特别的蓝。又到了一个景点叫老虎海，并不是说这里有老虎啊，而是因为秋天的时候这些树林倒映在湖中，那个像老虎的纹路一样，
说一叫老虎海。这个也是特别的蓝，这个湖水。从老虎海走下来，又到了一个瀑布。这个瀑布的落差越大，就越壮观。站在这个地方好凉快呀！这个瀑布的水都是从各个海子里流下来的，海子里的水都是蓝的，到了这里呢，都是白花花的水了，特别的清澈。这个就叫做树正瀑布。这里也有一个小瀑布，从那台阶上流下来的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这里的海拔2000多米，距离海平面啊2000多米呢，一路就流到海洋里了。这里有一个自动卖货机，看一下九寨沟里面的这些水啊，卖的贵不贵啊？矿泉水，从这里看一下，矿泉水5块钱，冰红茶5块，阿萨姆10块，这边听装的可乐5块，丰达7块。哦，这种听装的饮料基本上都是5块，然后脉动10块，卖完了。红牛也是10块，茶几也是10块，然后还有一些零食，面筋也是10块，价格还可以吧，跟别的景区差不多，都是这价。这是今天的最后一个景点，叫做彭景滩，其实就是一片水滩，水从这里流过去。这里的景点相比于其他的海子来说就差一点点。现在已经5点钟了，今天玩了7个多小时了，早上9点多出来的，真是玩好了，走得好累呀。现在坐大巴车出来了，今天的天气也太给力了，玩了一天，现在开始下雨了。我的车停在前面啊，停车是30块钱，稍微有点贵。最后呢，带大家看一下九寨沟这边的住宿。在这边一般都不住到九寨沟县城去，因为县城距离景区还有40-50公里呢。大部分人呢会选择住在这个景区门口的位置啊，这里有好多的酒店，各种档次的酒店都有。像这种经济型的快捷酒店也很多，5星级酒店也很多。这里去景区啊，走路的话1公里多，非常方便。看现在那个山顶云雾缭绕的，对面这些房子都是藏族风格的。然后这里呢，吃饭也挺方便的，然后停车也方便，直接把车停下面就行了。然后带大家看一下我住的这个房间啊。现在疫情期间价格非常合适，90多块钱，不到100块钱，非常好啊。装修还不错啊，这边是卫生间。哎呀，我觉得现在出来旅游真的是太合适了。好吧，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大家看完点个赞啊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四川的松潘县城，从九寨沟开车过来的。今天在县城里转一转，明天再去黄龙景区。前面就是松州古城，进这个古城转一转吧。这在以前呢是边疆重镇啊。松州古城的前面有一个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雕像，这里还有个小故事呢。当时松赞干布不是统一西藏了吗？他就想和大唐求婚，
他派了个使者啊去大唐，这个使者走到松州古城这里就被扣押了，求婚未果啊，松赞干布就生气了，率领20万大军来进攻这里，但是他打输了。后来呢，他又花了重金，去跟唐朝讲和。后来李世民就答应把文成公主嫁给他。后来文成公主进藏的时候也路过这里啊。现在的这个古城呢是明朝时候修建的，全长6.2公里啊，古城高是10米，门口坐着好多老人在休息啊。它这个城墙呢修得特别的坚固，为什么呢？我带大家看一看，它这个城墙的砖不一样的，这个砖啊，宽是50厘米，高是12厘米，每一块砖都重达30公斤。而且中间这个灰浆呢，大家知道是怎么做的吗？用糯米、石灰还有桐油熬制而成的，所以修的这个城墙非常的坚固。明朝时候修的，修了好长时间呢。现在走进去，看它这个城墙，最窄的地方都有10米，最宽的地方35米啊。光这个城门的门洞都这么深。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明朝保留下来的啊，应该是后建的吧。哦，这就进了古城了。哇，这里面好宽阔的视野啊！大家看，在那个山顶呢，还有一座城楼呢。那个地方瞭望台嘛，那是。这里可以上城墙啊，我看能不能上去。我过去问了一下，上这个城墙要45块钱呢。太贵了，我不上去了。城门口有一组雕像，这应该是以前的茶马古道上面的一些商人吧，做生意的啊。我去这个古城里转一转吧，古色古香的这种感觉啊。沿着这个主路一直往南走，这里面呀好多卖牦牛肉的，藏红花，还有那个冬虫夏草。古城里还是挺热闹的啊，然后从这条小路进去，可以爬到山顶，看山顶有一个那个城楼，爬上去要高反的吧？这个山很高的。继续逛一逛，这个是，哦，这个就是虫草哎，哇塞，看这边这么热闹，全都是卖虫草的啊，这两边。卖虫草很赚钱呐，全是虫草。哇塞，这个是虫草一条街呀！这虫草不知道怎么卖的呢啊，便宜的10几块一根，贵的几十上百呀。咱们也不会看不懂，不知道哪个品相好。走到这个古松桥了。这个桥长得跟都江堰的那个廊桥很像，都是这个样子的。这里人气好旺呢，好接地气啊。桥上门口啊都是摆摊卖东西的，这是必经之路。桥下面就是岷江，这里都是卖这个山货的，蘑菇、松茸之类的。哇，这么大的灵芝！这个桥的顶啊，跟那个都江堰的那个桥也类似，有这种彩绘。这边门口都是卖樱桃的，樱桃8块钱一斤，要不要买一点呢？樱桃这边是8块钱啊，那边稍微大一点，10块钱一斤，拿10块的吧。要1斤吧。汶川的樱桃也挺有名啊。买了12块钱的，这樱桃不是很大，但是特别的红啊！哇，这个红的都发黑呢。好甜啊！这樱桃不用洗嘛，直接吃啊？没有打农药吧？我看他们都是直接吃的。
累死了！我现在走木栈道，爬到这个山上了，因为我想登高望远，在山上呢看一看这个古城是什么样的啊。这里视野真开阔吧，我太喜欢这种登高望远的感觉了。爬的我差点高反了，都还没爬到顶呢，我就不能往最高的地方走了，就在这个半山腰看看风景就行了。真要爬到那山顶，确实要高反了。这个就是古城里边，那个是东门的城墙，那边是南门的瓮城，然后那个地方就是北门，我进来的那个门，那边就是松潘县城，就在这个山谷里呢。这个县城，看看它的地形啊，这个样子的。大家想象一下，在1000年前的唐朝啊，唐朝军队和吐蕃军队在这个山谷里打仗，死伤无数啊。这个地方稍微多运动一下，都那个高反了。在这里怎么打仗呢啊？看到那个山顶了吗？我就不往上走了，然后从这边下去。这山上也是住的好多人呢。这是上山的路，这个是下山的路。现在这个地方啊，估计住的汉族的人挺多的，因为这个房子呢都是汉族这个风格的，藏族风格的房子比较少。然后这里呢也有很多回族人啊，在路上走的时候呢，看到好多人戴的那个小白帽子。在这山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个古城墙。哇，又省了45块钱，我真是太会省钱了，省钱小能手。那个城墙是可以沿着它走半圈，可以走到东门和南门去。西门这边没有了，西门就都是这个山。看到这个景色，还是值得爬一下这个山的啊，辛苦没有白费。沿着岷江一直走，我又到了松潘县下面的一个镇了，叫做川主寺镇。这个镇上有一个红军长征的纪念碑，就是这里，看那个山头上有一个纪念碑。当时红军长征的时候就来过这里啊，这里就是他们翻雪山的地方。红军一路上翻了10几座大雪山呢，这个只是其中之一。这个后面呢就是宝顶山，宝顶山下面就是黄龙景区啊。然后这个地方呢也叫做红军桥，在这个岷江上面修了一个桥。这个川主寺镇啊，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。你看啊，往这个方向呢是黄龙，往这个方向走是九寨沟，往这个方向走呢就是若尔盖草原，然后往这边走呢就是那个松潘县城，它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呢。然后这里呢全都是藏族风格的这些房子啊。这个镇呢大家知道吗？92年才建的这个镇，就是说92年之前这里都没有镇。这虽然是一个小镇，但是发展的挺快啊，发展的也不错啊。岷江的对岸有好多的酒店，我今晚要不就住这边吧。刚到了这个高原上，头有点晕，不想再开车走了。开个房间好好休息一下，明天再出去玩。带大家看看这边的住宿情况怎么样啊？不想开车再到处跑了，就在这个镇上订了个酒店。这酒店条件还不错吧，装修的还挺好啊，挺豪华的。最主要这里有一个大窗户，看看窗外的景色。这个地方海拔有3000米左右啊，远处那个山上呢还是云雾缭绕的。看那边呢写着川主寺镇欢迎您，然后这个就是岷江水。我这还是一个江景房呢，观景的房间，然后坐在这边的沙发上就可以看着景色，真是不错呢。这个房间呢200多块钱啊，没想到这个镇上呢还有这么豪华的酒店。我本来订的是100多的那个房间，但是来了以后人家给我升级成这个200多的房间了。看看卫生间，
很多人说来了高原啊，尽量不要洗澡，怕得感冒就麻烦了嘛。但是今天晚上我想洗个澡啊，洗个热水澡，然后好好休息一下，休息好了才可以更好的抵抗这个高原。现在我脑袋还是有一点昏昏沉沉的，想睡觉。这边是衣柜、咖啡杯之类的。哦，这里还有一个体重秤呢，给大家看看我现在多少斤啊？92公斤，就是180多斤。哎，太胖了啊！我天天吃素都能长这么胖。好吧，就拍到这里吧，这个视频我要好好休息一下了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到著名的黄龙景区了。昨天玩的九寨沟，今天来玩黄龙，它俩离得不远，开车2个小时的距离啊。今天黄龙这里好冷啊，我都穿上这个戴帽子的卫衣了。昨天在九寨沟还是穿短袖呢。然后黄龙这里的今天啊全是雾，看那个山上。今天这里稍微下了点雨，那山上雾气笼罩啊，特别的鲜。去买票，谢谢。这个是售票大厅，看一下现在的门票是多少钱啊？门票60，上行索道80，下行的是40。然后现在是淡季，旺季可能又是另一个价格。然后60岁以上的老人是免费的。这个是黄龙景区的地图，我打算这样走啊，这里是入口，然后从这里呢坐索道直接到达山顶，然后再坐一小段那个摆渡车到达山顶，直接去看五彩池，然后从这边一步一步走下来，这样的话不会走那个回头路啊，而且所有景点也能转到。坐这个公交车去索道站，坐索道上山。哎呀，一个轿厢里面可以坐8个人，我们今天人少，只用了5分钟就到山顶啦。索道下来了，然后再换这个小车去五彩池，20块钱啊。如果是走路过去的话，要3、4公里呢。师傅，这个地方海拔多高？3400多。哦，那不是很高啊。最高点在3000。出发了，外面全是这个高大的松树，应该有几十年、上百年了吧。坐车到终点站了，哇，这个山顶啊，全都是雾，仙气飘飘的感觉，看不到山顶在哪里，都被雾笼罩了。然后那个地方就是五彩池，海拔3500多米啊。我们看到这边山坡上有一大片黄黄的东西，这个是碳酸钙，也叫钙化体。它是怎么形成的啊？就是这边的水流当中含有大量的钙镁离子、二氧化碳，它在这个化学作用的情况下，就形成了碳酸钙了。这个东西一年呢才长3毫米左右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么一大片黄色的这个地方，它有可能已经长了成千上万年了，才有现在的规模。我现在继续往上走，在这个山顶居然有一个寺庙，最中间写的黄龙古寺，这是个道教寺庙呢。然后这个牌匾很神奇啊，我们从这个侧面看一下，看它现在变成碧水空山了。正面看呢是黄龙古寺，然后再从右边看，它又变了，看现在变成什么？飞阁流丹，
哇，这个字是怎么弄的呢？这么神奇，一个匾提了3种字呢。我就不进去了，现在继续去五彩池啊，还在那上面呢。现在爬到最高的位置了，这里是观景点，给大家看看这边最壮观的景色。哇塞，这就是五彩池，太漂亮了吧！我还是第一次见这种景色呢。它就在这个寺庙的后面呢。当初是谁发现的这里呢？这个就是最高的地方呢，海拔3576米啊。在这个地方呢，不能走得太快，也不能跑步，不然的话会有高反。刚才我爬这个栈道上来，还有一点喘呢。边走边和五彩池合张影。哇塞，应该在这个位置拍照，这里更近距离的亲密接触啊！哇，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，太美了，也被称作天上的瑶池。这里感觉像是一个梯田一样，一层一层的，但它都是碳酸钙，已经估计有上万年的历史了吧。看它在每个地方的颜色都不一样，那边的更深蓝一点，这边这是浅绿色的，那边还有点发黄。到秋天的时候啊，又是另一种颜色。也不知道是谁发现的这个地方啊，在这个山谷当中的最高处。现在到了黄龙的第2大彩池群了，叫做真焰池。这个池子非常的美。哇塞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看那些池子，看那个水多蓝呐，太漂亮了，一点污染都没有。看看这个近处的池子啊，这个小池子它水就不是那么蓝，但是已经有点带蓝了。那上面还有好多池子呢，太漂亮了，太壮观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。看那个就像一个一个的梯田一样，这规模也挺大的，一直延续到那边去。然后我沿着栈道再往那边走，还有好多。它这个池子里面，每个池子的颜色都不一样的。现在这里啊，一个人都没有，我独享这一片美景。这么近距离的观看这个池子，看黄龙归来不看池。这边有好几个池子里面没有水，然后我有个疑问啊，你看有水的那个池子里面水都是蓝色的，没有水的这个池子呢，它是黄色的，为什么这个水流进去就变成蓝色的呢？这是什么原因？好神奇啊！那个池子的这个高度更高，这碳酸钙能沉积成这种形状吗？就像一堵墙一样，感觉是人工堆出来的啊，真是不可思议。现在继续往下走，一路上有好多这个池子呢，规模小一点的我都没有拍。这边是杜鹃，花也蔫了。这边的栈道修得特别好，刚才下点毛毛小雨，现在也停了。黄龙杜鹃，这个地方长了好多的杜鹃，春末夏初的时候会开花，现在是不是已经开过去了？这是花骨朵吧？这山上好多杜鹃。这边的树上长了好多像柳絮一样的这个东西，看这个树上垂下来好多细条状的这个叫树胡子，有这个东西说明这里的空气非常的好。我上次呢还是在香格里拉的那个国家公园里见过这个东西，这是第2次啊，在黄龙又看到这个树胡子了。这个是半山腰的餐饮服务中心，吃饭的地方。现在也没有人在里面吃饭呢，我看疫情期间嘛，没什么游客啊。山顶好像没有卖泡面的地方，因为那个泡面汤不好处理，怕污染环境吧。
这个地方有一个餐饮价格表，手抓羊肉68，老腊肉58，牦牛肉30，回锅肉30，酥油茶每碗20，青稞饼6块钱一个，然后还有土豆片啊、牛肉面之类的。现在到了明镜倒影池了，这个池子池面光洁如镜啊，水质清丽碧莹，周围的雪山、树木、云朵倒影在这个水面上。这里还有个小亭子，观景亭。这下面是一大片的黄色的这个碳酸钙。哇，这规模好大呀！全是碳酸钙沉积，这经过几万年的演变也会变成这种池子。看那个上面也是啊，这么大规模吗？哇塞，这个山谷里面真空旷呢，从那上面走下来的。在这里拍张照吧，万一几万年以后的人，不小心看到我现在拍的照片，他们就知道了。哦，原来1万年前这里是这个样子的啊！看远处那个山呢，还笼罩在云雾当中。这个地方叫做盆景池，一个一个的这个小池子，就像盆景一样。小池子中还有很多的树、花，缩小版的盆景啊，放大版的盆景。这里也是很安静、很漂亮的一个地方，在这里静静的感受一下流水和大自然。这里有一个温馨提示：禁止进入钙化地带，指的就是这个黄色的这一片，就是碳酸钙。山坡上的碳酸钙延续到这里了，在这里形成一个小的瀑布。然后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洞，叫做洗身洞，洞宽1.5米，洞高1米，传说是有仙人在里面静心修养呢，所以叫洗身洞。能看到远处那个雪山吗？那上面还有雪呢。走到这里又看到一个瀑布，这2天在九寨沟和黄龙这里看了好多的瀑布，都特别的漂亮。这2天把我2年的瀑布都看完了，拍个照。前面马上就到景区的大门口了，这里又看到一组池子，也是非常美，叫迎宾池。正常步行的话，一进来景区就会先看到这个池子，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像我一样坐索道上去，然后走下来吧。如果你们是从下往上走的话，你看，你看到的就是这种景象，就不够壮观。只有从下往上看，才能看到这些池子，特别漂亮。而且从上往下走也不累，也不会高反。从这里走上去的话，老年人我估计会高反的，因为海拔上了3500米了。这么好的景色，可惜没有人给我拍照。真是太遗憾了。好吧，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。这就是美丽的黄龙景区，大家看完点个赞啊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四川，从九寨沟去神仙池的路上，这个地方太美了，后面就是大雪山，那边的雪山叫扎嘎雪山，这边的叫贡嘎雪山。太美了，这个藏区的蓝天白云啊，然后喝一口这边的这个叫什么酥油茶，哎呀，太棒了！我从下面开车上来的，走的那个28道拐，哎，往这边拍一下吧。一会儿呢，我马上要开车翻过前面那个垭口了，然后哎，再拍一下这边，那个是我的车啊，停在那里。然后后面这里也有一个大雪山，这个叫什么名字呀？这个叫木叉。木叉。对。哎呀，这个雪山真是太美了，但是站在这里一点都不冷，不知道为什么。
离雪山这么近也不冷啊，太棒了，合个影吧。OK， 刚才我就是在这个观景台上拍的照片啊。这个观景台真是建在这个悬崖上，哇，也不知道当初是怎么建的呢。给大家看看它都修在什么地方。看这个路，一直绕到那里，然后又从这里绕上去，一直要绕到山顶才能翻过这座山，太厉害了啊！但是路况非常的好，真的，咱们国家的路修的是太好了，不愧是基建狂魔啊！在这个大山里面能修出这么好的路来啊！好多朋友都问我往这边的路好不好走，真是太好走了。然后刚才让那个卖东西的他们帮我拍了个视频啊，然后不好意思就买了一罐这个牦牛奶粉，30块钱这一罐。有几个当地的牧民在那个观景台上卖这些牦牛奶粉啊，还是那个牦牛做的挂件、项链之类的啊，然后还让我免费尝人家这个牦牛奶。哎呀，让人家帮我拍视频，我也不好意思啊，然后买了一罐这个牦牛奶粉，泡着喝吧。现在开车到垭口了，这个地方海拔是3688米。那个山顶上的海拔应该是4000米以上了吧。哇塞，穿过这个垭口啊，对面还有好多雪山呢，这边也是有一大片雪山，这上面还有一个观景台呢。哇，这个地方景色真美啊，一会儿再开车从这边下去，看远处那个山啊，太漂亮了。这个景色真是太棒了，蓝天白云，大雪山，草原森林，全部。美的地方就是我对面，看那个山顶上就是积雪啊，山脚下呢就是岷江水，江边就是一个村庄。哇，这个村庄太会选位置了！哇塞，这个美景，这个层次特别的分明啊，特别的立体。雪山下的村庄，漂亮吧？大家好，看我现在在哪里？岷江源，这里是岷江的源头啊！哇，这里海拔也不知道有多少了，特别的冷，
现在这里呢是岷江源国家湿地公园，带大家在这里转一转啊。看我身后这个小河流，这就是岷江的源头，就从这里流下去的啊。然后去后面看一下，那后面全都是大雪山。沿着这个栈道啊，我带大家看一下岷江从哪里来的，然后又流到哪里去了。这里有一个介绍，我已经看完了，现学现卖，给大家简单说一下。这个岷江水呢，全长700多公里，就发源于身后的这个大雪山上面。山脚下呀，就是一大片的沼泽地。它在这个沼泽里啊，形成了小的溪流，然后慢慢的汇聚成这种小河，流下去了。它流经了松潘县、汶川、都江堰，然后是乐山，最后在四川的宜宾汇入长江了。这条河流它发源于四川，流经也全部在四川的境内，所以它是四川的母亲河。而且四川之所以有天府之国的这个称号啊，也全都依赖于这条岷江。大家知道，自从开凿了那个都江堰以后，把这个岷江水引入了四川成都平原，所以成都平原才叫做天府之国啊。现在国家在岷江的这个源头，盖了一个这个自然保护区，那边还有科普馆，但是现在疫情期间关闭了。现在这个沼泽区啊，全部是自然保护区，那里面是进不去的。我沿着这个栈道往前面再走一走，看一下啊，看那后面全都是大雪山啊，那个山峰不知道有多高呢。这后面就有一个雪山，山顶上也有雪。看看这个岷江水啊，在这里的时候比较浑浊。这岷江的水量是非常大的，它的水量呢是黄河的接近2倍。这里的水量就已经挺大了，大家别看它现在就这么小啊，它是这个沼泽里面有好多条小的河了，最后它们就汇聚到一起了，一起往下流。我突然之间有一个邪恶的想法，如果我在这里撒泡尿会怎么样呢？太邪恶了。岷江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长江的源头啊，一直到那个徐霞客的时候，徐霞客通过实地探访，他才查明了，那个岷江不是长江的源头啊，那个金沙江才是长江的源头呢。上次我在宜宾的时候已经拍过视频了，在这里再合个影吧。这里真是太冷了，我要赶紧开车下山了。车停在这里，这里有一个旅游团呐，然后这里有个九寨沟的这个字，可以拍照打卡。哇，可以看到山顶有雪吧？那个雾散开一点点了。这里是九寨沟和黄龙的分界点啊。从那里沿着国道开车过来的。离那个岷江源也就2-3公里的距离吧。现在又到了这个了，叫公杠岭，这里就是九寨沟县和松潘县的交界处，这里的海拔3690米，所以说那个岷江源的海拔也是3600多米左右。黄龙景区在松潘县呢。然后这里呢，居然还有一个机场呢，叫做九寨黄龙机场。哇，这里有几个骑摩托的人，这个天气骑摩托冷死了。对面的雪山也都被雾笼罩了，完全看不到山顶。这是高山草甸的风光，在这个地方确实不能跑，不能剧烈运动，不然的话真的有高反。这条路一直沿着走到那边去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四川，今天到这个景区转一下，叫做嫩恩桑措景区。它的汉族译过来啊，叫做神仙洗澡的地方，也叫做神仙池。门票淡季50，旺季100。带大家进去看一看啊，离九寨沟不远，景色也是特别美。走。
这个神仙池的景色也是非常漂亮的，它既有九寨沟这样梦幻的海子，也有像黄龙那样就是五彩斑斓的池子，它集合了这个九寨沟和黄龙的精华呀，非常值得一游。那么为什么它这么漂亮的地方知道的人却很少呢？我估计就是被九寨沟和黄龙的名气给盖住了，因为前2个景区实在是太有名了。真的不是我军太弱，而是敌军太强呀。今天就带大家看看这个神仙池啊。从入口一直走到这个仙女桥了。坐电瓶车的话也是在这里下车，然后开始徒步了。这里有一个地图，这是入口，这是仙女桥，然后要一直往上走，一共是5公里，来回5公里啊！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走完全程。从这条路上去，这边下去，不走回头路。好，现在开始过桥了。这个水啊不是很清澈，黄黄的。过了河全都是爬山路啊，好多台阶呢。在高原地区，我很不想爬山啊，太累了。但是这边没有汽车能坐到山顶的。像黄龙的话，可以直接坐电瓶车、坐缆车到山顶，然后走下来，那样就不累啊。这景区里的树是真多呀，而且都是几十米高的这种大树。走在这树林间也不晒啊，晒不到，空气也比较好。走到第一个景点了，叫水帘洞，就是后面这个水流比较小啊，后面这一大片黄黄的都是碳酸钙，跟黄龙那边的那个碳酸钙一样的。水帘洞的下面都是钙化柱，上千年了才能形成这个规模呢。这个是水帘洞的上方，这一大片的黄色的碳酸钙，这都是水流形成的。在这个地方呢，有一个神泉，这上面有介绍啊，它从那个泉眼里引了一条这个过来，流到这里了。这个泉水呢，对人体有益，它喝起来呢清冽甘甜，生津止渴，消灾去痛，明目提神，有很好的保健效果。哇，这么多好处呢吗？那我也要喝一口啊！我尝一下啊，这个水啊特别的凉，太好喝了，天然矿泉水啊！又到了一个景点，这里叫做瑶池。哇，就是身后这些小池子，就像天上的神仙瑶池一样，确实是好美呀。这里跟黄龙的那个景点就很像了啊，但是这个池子里的水呢，没有黄龙那边的水蓝，这边是浅绿色的，黄龙那边的是深蓝色的。沿着步栈道往上走，现在又来到一个景点，叫做青龙海。这里的海拔2933米。看这个青龙海漂亮吧？感觉很像是九寨沟的水呢。这边是蓝色的，这边是绿色的。水里面呢，很多倒掉的树木，一整棵树就倒进去了，时间长了就被钙化了。哦，我知道它这个水为什么呈蓝色了，这是倒映的天空的颜色。但它这个绿色是怎么形成的呢？是不是倒映的周围的树木的颜色呀？继续往前走啊，还要爬山呢，都是台阶。从这个角度看一下青龙海的全貌，这个倒影实在是太漂亮了。哎呀，这个景色好看，路难爬呀，太累了。现在又爬上了一个景点，叫做莲台彩池。看下面这些池子，碧绿色的池子。这里有一个观景台，走到那上面去看风景。哇塞，这里的池子也太绿了吧！
一个一个半圆形的这个小池子，好想进去游个泳啊！站在这上面观景，回看一下这个美景。哇，莲台彩池叫，这里就有点壮观了，这个景色啊，非常像黄龙了。然后再转到这边也有，这边的池子就小一点。太棒了，这么累也值了啊！看到这个景色，又往前走了一小段，这里呢有一个仙女池，这里传说是仙女沐浴的地方。哇，果然是好地方啊！仙女真会挑啊！这个池子冷艳清丽，不染风尘，它叫做嫩恩桑措，这不就是这个景区的名字吗？哦，这个景区是以这个池子来命名的。景区里今天也没啥游客啊，我又包场了。现在又来到一个海子，叫做神蛙海。传说这个海子周围有很多的青蛙，青蛙的叫声就像弹琴一样，很神奇，所以叫神蛙海。这个海子里面，大家看，有一棵树掉进去了，这个是人工推进去的嘛？你看这个树根的地方被切断了。然后这边还有好多树，也都是机器切断的。看这个，这湖里面的树，它不是说自然倒进去的吗？是人为的吗？谁给解释一下呢？在这个景区里也看到好多这个厚脸皮树，它的树干是红色的，它一年四季都在不停的蜕皮。你看这个树皮都裂开了，没过多久它就掉下来了，然后继续长新的树皮出来，挺有特点的啊。现在到了摸浮洞景点了，这里挂了好多的经幡，然后从这里开始啊，就分了两条路，一条是往下走的，还有一条就是往上走的。建议体力不好的就别往上走了，因为上去1公里啊，全都是台阶。而且上面的风景并不是特别的出色啊，看摸浮洞这里，上面只有一个就是小的瀑布，从这里开始就往回走吧。我从这里走上去，替大家看看上面的风景啊。哎呀，1公里的台阶，又走了好多的台阶，现在来到了一个景点，叫做万城滩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含钙量非常高的水流过了以后，这个钙就沉淀在这里了。这里面的钙非常多啊！大家看这个水池子里面，哇，这里面本来是一棵树的，这个钙完全把树都包住了。这就是一个钙化的滩。这里的水含钙量这么高，那么我如果喝这里的水的话，会不会补钙呢？缺钙的人多喝点这的水吧，喝了这的水以后，腰不酸了，腿不痛了，爬台阶也有劲儿了。我刚才喝的神泉的水，它是从一个洞里面流出来的，是经过过滤的，已经含钙量很低很低了，他们本地人也喝的。终于爬到最高的地方了，这个叫做莲花台。因为从空中看，它就像观音菩萨的那个宝座莲花一样。哇，看远处那个雪山，山顶的雪不是很多，这里的视野是一下就开阔了。然后从这里呢有一个小型的瀑布。哎呀，最后这一段台阶，累死个人了。山顶上就是这个景色，可以看瀑布，可以看远处的雪山。如果大家不想爬的话，从摸浮洞那个地方就不用往上走了。好吧，这个景点就拍到这里了，拜拜，我现在要下山了。